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沁从演技到整个人都不太生动，这是做演员的大忌。李沁和祝绪丹的演技令人惊叹，尤其是在扮演凶残的女反派角色时。相比之下，他们在扮演傻傻甜甜的角色时就显得有些尴尬了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认为祝绪丹扮演玄女这个角色并黑化周芷若时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然而她在玉龙前期中的傻白甜角色让我感到有点尴尬。而李沁新版的《红楼梦》饰演的薛宝钗和鸡腿妹也让我尴尬的不得不快进。不过电影《诛仙》中，李沁饰演的陆雪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控制不住可爱的表情，但一旦扮演天真可爱或傻傻甜甜的角色，她就显得有些不自然。90后演员中，周冬雨擅长演鬼魅，苏仁双擅长纯白花，而杨紫的角色范围更广，擅长演古灵精怪或甜美少女。虽然她在饰演圣人女性角色也很优秀，迪丽热巴擅长扮演傻美女，谭松韵擅长扮演女学生。然而，李沁在扮演女主角时，确实控制不住大家传统印象中的女主角形象。早些年《楚乔传》里的女配角还有点活力，但《如懿传》里，我觉得她的表现一般。相比之下，《延禧攻略》中张嘉倪的顺妃刻画得非常好，她对魑魅魍魉的演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看过李沁的2部剧，分别是《新红楼》和《庆余年》。在《新红楼》中，她对台词的诠释让人感觉像是在听 Siri 的广播，而她总是面无表情，连我的小侄女都比她读得好。《庆余年》中，她一直抿着嘴唇笑，像个机器人，眼睛左转右转，和旁边的叶灵儿相比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但在《庆余年》有一个场景让我感受到了李沁的潜力。就在这时，范闲来到她的闺房与她对峙，也就是她拿刀的那一处。突然，她出现了一个灵魂，但随后又消失了。而李沁本身就是一个大美女，但是她抿嘴笑的样子实在是太丑了，给人一种特别小气的感觉。相比之下，开朗的微笑看起来更好。总之，无论从演技还是整个人来看，李沁都显得缺乏生动性，这是一个演员的大忌。比如我们常说的动态美是指表情、姿势、说话时肌肉的走向等等，而这种动态美是李沁所缺乏的。虽然看过她的一些综艺，觉得她本人很漂亮，但在剧中却显得有些平淡，所以她只能演一个冷酷的角色，才能相对轻松一些。最后我想问几个问题：李沁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吗？她能否在未来的作品中展现出更好的演技呢？也许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。2. 李沁是自带气质型的，关键很耐看，颜值也是顶级。李沁是一位很有气质的演员，颜值也是一流的。早期在现代剧中的角色，她的表演有些单薄，没有带出自己的特色。不过在古装剧中，她的表现却非常出色。最近热播的《海上繁花》和《艾特》展现了她对角色的完全把握，摆脱了前期的不协调。虽然李沁的演技还有待磨练，但她已经站在了一线演员的行列。虽然平时不太关注娱乐圈，对现在的演员也了解不多，但李沁的表演天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能够达到朱茵、王祖贤这样的水准，这样有气质的女孩在这个时代确实是很少见了。第一次见到她是在《守望的天空》，她给人的印象非常惊艳，像一朵开在泥土里的苔藓花，小而平凡，却带着一种干净又孤独的感觉，很特别。那部剧很适合她，主角的气质也很适合她。虽然该剧没有大红，但却为她铺平了良好的发展道路。可惜她并没有继续沿着这个风格发展，而是开始演一些狗血的家庭伦理剧，只是靠着一些小甜剧的热度。这些角色都不适合她。她本来很适合大青衣，但现在已经不适合了，所以她一路走下坡路。我现在看她的剧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她。而且从《千金归来》开始，
我就爱上了他。这部剧我看了不下5遍。李沁是一位走实力派演员路线的演员，他不炒作也不过度宣传自己，非常低调。无论是演技还是颜值，他都是娱乐圈中不可替代的特殊类型。他不仅美丽有气质，而且能驾驭各种角色，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偶像剧，他都能演绎得很好。在娱乐圈中，能同时扮演这2个角色的演员很少。然而，李沁为何没有大火呢？为什么她总是演女主角而不是女主角？我喜欢她演现代剧中的千金归来这样的角色，我觉得这样的角色很适合她。总之，看了她的很多集，我觉得李沁适合扮演那种逆境中依然坚强不屈的气场女孩，或者是聪明睿智的古典美人。她在《葡萄》中饰演女主角表现出色，还饰演了家产被夺走的富家小姐复仇的角色。我认为他们都很好。她对宝钗这个角色的扮演也非常出色，展现出宝钗端庄睿智的气质。可是，为什么她的机会这么少呢？为什么总是让她演女2号？对于李沁的演艺生涯，我们似乎留下了太多的疑虑。她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，而且她的颜值也是一流的。为什么她的地位没有得到更多的肯定呢？我们无法知道其中的原因，但我们希望她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展现自己的才华，获得更多重要的角色。李沁是一位备受期待的演员，她的演技和气质让人想看到她更多的作品。希望她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，展现出更多的表演魅力。